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年是我们整整20年来第一次不在荷兰与风车奶酪共度春节，而是在马来西亚和家人一起过。过去是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们一般都和朋友简单的在荷兰过节，但这次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次在马来西亚过，感觉非常棒，氛围也完全不同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我们在荷兰过春节就是很随性的那种，什么旗袍啊、唐装啊，基本都不存在。大家顶多就会穿一些带有红色的衣服，挺随便的。主要原因是因为荷兰的天气比较冷，大家不会太过去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，更注重的是保暖。但我发现在这里过年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居然有很多人追捧唐装和旗袍。我也问我哥我们要不要来一套，他就直接问我你是疯了吗？我们最后还是没有下手，毕竟我们也比较实在，感觉买了之后有点浪费，说不定就只穿那么一次，那倒不如把钱留着买更实在一点的。我得说了，马来西亚过年的氛围真的很足，走到哪里都是新年装饰， shopping mall 简直就像新年音乐会的现场。我们逛了好几家 shopping mall， 不管是哪一家，新年歌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响，就连我先生现在听到了也会跟着哼上两句。而且 shopping mall 的年饼可真的是五花八门哦。今年是龙年嘛，到处都是以龙为主题的东西，礼盒更是多到让你数不清。马来西亚人比较注重人情世故，朋友啊、邻居啊都会互相送礼物。说实在的，在荷兰可真的没有这一套，即便是在圣诞节，我们也很少会互相送礼物，最少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习惯啦，顶多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个饭什么的，其余的别人也懒得理我们，这应该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吧。再说了，马来西亚华人的春节习惯会因为籍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，就像我们家是福建人，所以一般在新年前就会大扫除，准备年货、折莲花、折法船等等。在新年期间就会进行一连串的传统仪式，像是祈福，祈求神明保佑阖家平安。我先生是个无神论者，他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过年，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用食物来祭拜祖先。他当时看到之后就马上傻眼，就跑过来问我们，这些食物不是煮给自己吃的吗？怎么用来祭拜祖先呢？他并不知道食物祭拜后还能被吃，他以为祭拜后就只能被扔掉了，有点浪费。不过我必须说，他来到马来西亚就和我们一样，烧香拜神，入乡随俗，而且乐在其中。他特喜欢烧金纸和放鞭炮。对于他入乡随俗这一点，我真的非常感恩他，他对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给予100%的尊重。我们算是相当幸运的啦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回家乡，吉隆坡基本就是我们的家乡了。我看到高速公路从年29就开始塞车了，我们有好一些朋友，他们必须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。在过年期间，我们也没有到亲戚朋友家去串门，因为我们的父母年纪也不小了，很多时候他们也懒得出门，毕竟各有各的生活，各有各的忙碌。不过我们在年初2时有到 KLCC 那一带去溜达溜达，结果那个人潮简直是无法形容。我的先生第一反应就是 What？ 年初2怎么变成了外劳聚会日呢？我们从巴萨瑟尼到 KLCC 再到Bukit Bintang 那一带都是人山人海，之后我们再到 Velocity 那一带都是人挤人，尤其是在 MRT 里，大部分的餐厅和咖啡馆都需要排队。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，以后假日必须宅在家，外面实在太多人了。我们在年初3就照常上班了，即便我们在这里旅居工作，但我们还是依照荷兰的公共假期。荷兰可没有什么华人新年假期哦。体验了在马来西亚过年之后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年初8晚上拜天空时更有气氛。
因为有很多人放鞭炮，也有很多家庭宴客等等，阵仗比除夕夜开年还大。我们家就是小型祭拜，不过有些家庭可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贡品，有些甚至提前订购一整只的烧猪来祭拜天公。听说今年的烧猪爆单耶！我们都是祈福这一年顺顺利利，不被生活搞得焦头烂额。在马来西亚有很多排屋，一般都是在自家门前设置这些拜天公的仪式。过完年我们就差不多要回欧洲了。好了，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春天，朋友都告诉我们那里的气候已经开始暖和了，是时候回去生活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年我们过得特有意义，我个人是非常满足的。不单单只是有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喝的，还有体验了久违的过年气氛。希望大家这一年能像拥有羽翼一样展翅飞翔，鸿运当头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